还在等什么？我没法给你婚姻。我跟你要婚姻了吗？我也没法对你负责。我不想伤害你。对别人的感情视而不见，那才叫做伤害。贝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，责任就会自动生成。那时候，如果结果不如我们想的好，恐怕连我们的友谊都保不住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友谊，为什么还要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？贝珍是无辜的，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而去伤害她，更不该想着用她来舒缓我对冉东东的愤怒。对不起。请你们把这一段读一遍。我自愿与穆大夫离婚，双方遵守协议抚养女儿。我自愿与冉东东离婚，双方遵守协议抚养女儿。恭喜两位新婚快乐！谢谢。你是我媳妇儿哦！为什么不坚持啊？坚持什么？坚持不离。不是你要离的吗？我一直希望你能坚持。从我提出离婚那一刻开始，拿离婚当儿戏啊？拿离婚来试探我呀？我一直希望你不要在协议上签字，可你不仅签了，还给我来一非笔，好像很潇洒，好像你终于解脱了。我明白了，没离的时候想离，现在离了你后悔了。不是后悔，是对你失望。
别人离婚至少经历几番，你连一番都没有，好像生怕一折腾，就像买股票被套牢了似的。无论生活还是做学术，你一直在使用逆反心理，唯独跟我离婚这件事上你不逆反。行了，冉东东，别揉了，行吗？我永远都跟不上你的节奏，永远都跟不上。你口口声声说不想离，潜意识却在搭顺风车就坡下驴，既能顺利地把婚离了，又不用背负道德责任，既能假装痛苦地摆脱旧爱，又能暗暗高兴地投奔新欢。好一个穆大夫，原来你一直跟我将计就计。我真的冤你。您好，两位是吗？里面请。谢谢。这是菜单。好。你喜欢吃什么呀？这个。别说了。杜教授，我遇到一个老朋友，我带你认识一下啊。好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师大的杜教授，也是评论家。这位是穆达夫教授。久仰久仰。哟，你个人吃个简餐，方便聊几句吗？坐。我最近在跟杜教授讨论我的长篇小说。啊，挺好。说来惭愧，穆教授才是我们评论界的翘楚。北珍，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向穆教授多请教。穆教授很忙。穆教授的文章我有很多都拜读过，尤其是那篇论文学名著里出轨女人的丈夫形象一文，记忆尤其深刻。我在讲课的时候啊，经常引用。是吧？那你应该给我稿费呀。换个角度，你也应该给我广告费。一个歌手，未经允许就在商业活动中唱了别人的作品，你说这原作者是该告他侵权呢，还是给他广告费啊？穆教授是不是有些误解？我只是用于教学，并没有用于商业或者其他目的。对于引用呢，我个人是持开放态度的。我希望穆教授上课的时候也可以引用我的观点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观点值得我引用。如今都说教授这个称呼含金量越来越低，我不觉得。你能把无耻说成是功德，水平相当的可以啊。看来有的人真的是只能观其文，不能见其人呐。遗憾，告辞。以后别用我论文讲课了。杜教授，咱们再约。你等我一下。穆大夫，你哪来这么大的火？你对我的朋友太不尊重了。要是发挥，应该是我。我需要你的一个道歉。对不起。标题挺不错的，把我们这些敏感型人格一网打尽了。难道仅仅是标题不错，内容不好吗？那个和女主人公有婚外情的教授，难道不是在暗指我吗？这条线写的不好。可是这条线如果抽走了，整个结构就垮了。那就保留呗，我就是说说我的看法。没有别的了。
小说的结尾也不好，这女主人公竟然把所有人都给杀了，没有温暖，太过血腥了。这是写作者的权利，不这么写，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只是觉得应该心平气和一点，或是克制一点。当然了，你有权利不同意。穆达夫，你自己听听，这像是你说的话吗？你的逆向思维呢？你的桀骜不驯和叛逆精神呢？都跑去哪儿了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认为我平庸，你优秀。可今天听你这么构思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平庸呢？是生活让你变蠢的，还是冉东东让你变蠢的？你不知道平庸的好处，它看似在糟蹋你，其实是在保护你。它让你惭愧，但也让你更自在。敢于平庸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过好平庸的生活，才是最浪漫的事儿。你停下来吧，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平庸说得那么伟岸呢？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。我不想理解。13年前，我跟冉东东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儿，就是这个位置。13年过去了，这是什么都没变，变的是坐在对面的人。那你是想替换、覆盖，或者是另存文物？别捧我，专爱组的人每个人都有付出，但是你的付出最大，连婚姻都没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离婚的？从你的作息时间、接打电话时的只言片语，以及接送话语的频率判断出来的。虽然我没你厉害，但我毕竟是你的徒弟嘛。长进了啊！竟然选了我跟穆大夫经常来的餐厅跟包厢。我刚进来的时候有不适感，但我现在慢慢适应。说吧，为什么选这个包间？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不能。我很崇拜你啊，我也很羡慕穆教授。如果我有幸遇到你这样的女人，我会爱她一辈子。别冲动，真的，崇拜不是爱。而且，好像很多人都说过这句话啊，但是最后没几个能兑现。我相信我能做到。邵天伟啊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我目光犀利吗？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你做不到。经理，喂，你好。请问是穆教授在听电话吗？我是。你不在我的通讯录里面，请问你是哪位啊？人家仰慕您很久了，也是您的读者，请原谅人家的冒昧哦。啊，人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缠绕训示，你的文字真的好性感呢。声音有点熟悉，我们见过面吗？不好
好意思啊，您介意约一个晚餐吗？如果你的姿色像你的声音一样性感的话，那我也并不觉得唐突。流氓！案子破了？你的案子还没破呢。2次连湖开房到底干什么了？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记不清楚了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你可以慢慢想。我什么都没干，你爱信不信啊？而且我现在是单身，我是自由的。自由？哼哼，你别忘了，你的自由是我给你的，我给你你就有，我不给你你就没有。我现在准备把它收回来。在笼子里边待久了，给我自由我还真不习惯。妈妈叫你回家吃饭。这起特殊的案件，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罪恶的复杂性和隐蔽性。从徐山川到徐海涛，从刘青到易春阳，无论他们有什么理由，都不能为其脱罪。人们之所以能安然无恙地行走，那是因为有一群人在为其默默护航。我是其中一员，为此感到自豪。当然，我也在办案中学会了为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护航，那便是相信。天气真好。